一起来看精彩短剧一女故事解说。孟家的女子张姐，在自己出嫁的这一天凄惨离世，一场藏在孟家百年荣光之下的黑暗阴谋就此缓缓揭开。孟家少女孟妍心中满是不甘与抗拒，她断然不肯接受家族安排的婚事，不愿嫁给年过半百、已有数十房姨太太的马太守。在她看来，这桩婚事无异于跳入万丈火坑，可她满心无奈，不知该如何说服固执的父亲与族中叔伯。孟家长辈始终秉持着固化的偏见，认为女子若是不出嫁，留在家中便是白吃白喝，是家族之中最可耻的事情。这样的论调让孟妍无比愤慨，她不愿被这样的世俗规矩定义，更不想沦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。为了打破众人的偏见，孟妍决定展露自己刚刚觉醒的能力。她当着妹妹孟英的面，施展了一出特殊的戏法。孟妍亲手变出新鲜的桃子，递给妹妹品尝，清甜的口感让孟英十分惊喜。孟英满心好奇，询问姐姐何时学会了这般神奇的法术。孟妍缓缓道出缘由，就在前一晚，她突然头痛欲裂，脑海中充斥着无数女子凄厉的叫喊声。熬过剧烈的疼痛之后，她便意外觉醒了枯木逢春的特殊法术。拥有了这份能力的孟妍，瞬间看到了留在孟家的希望。她心中笃定，孟家世代经商，若是自己能一直施展枯木逢春的法术，为家族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，族中之人便再也不能指责她白吃白住，无所事事。她满怀期待，打算立刻前去拜见父亲，向父亲展示自己的本事，以此推翻家族安排的婚事。年幼的孟英满心欢喜，以为往后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姐姐变出的仙桃，开开心心地陪着姐姐前去。可姐妹二人的希望很快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击碎。府中下人突然神色慌张地四处奔走，气氛瞬间变得紧张压抑。孟英察觉不对劲，连忙询问母亲究竟发生了何事，为何府中乱作一团。母亲神色凝重，告知她孟家立下千百年的族规，如今家族遭遇了足以动摇根基的巨大危机，按照规矩，家中所有男丁必须即刻齐聚祠堂商议对策，所有女眷则必须禁足在房中，半步不得外出。府中下人立刻严格执行族规，将所有女眷的房门紧锁。被困在房中的孟英满心焦灼，她迟迟不见姐姐孟妍归来，心中愈发不安。她清晰地听到门外传来姐姐凄惨的呼救声，拼命拍打房门，想要出去救人，不停呼喊下人开门。可值守的下人却一脸茫然，声称从未听到任何声响，只当是孟英胡思乱想、胡言乱语。这一刻，孟英猛然反应过来，这根本不是所谓的家族危机，而是一场针对姐姐的巨大阴谋。只有她能听到姐姐的求救，足以证明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族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心急如焚的孟英不顾阻拦，奋力挣扎，一心只想冲出房门，前往祠堂解救姐姐。另一边，孟家一众男性长辈与族人齐聚祠堂，气氛肃穆却暗藏阴冷。父亲与大伯端坐上位，脸上没有半分危机之色，反而满是欣喜。众人纷纷欢呼神赐降临。原来孟妍觉醒的枯木逢春法术是孟家梦寐以求的神赐之力，族人皆认为这份神赐能为孟家带来数不尽的财富与荣光。一旁的孟英瞬间看懂了一切，原来姐姐觉醒的天赋就是族人口中的神赐。她本以为姐姐凭借这份本事就能彻底摆脱悲惨的婚事，安稳留在家族之中。可接下来长辈的对话彻底击碎了她的幻想。家主当众坦言，即便有神赐诞生，也未必能留在孟妍身上，他们早已备好后手，今晚定会逼迫孟妍自戕。只要孟妍离世，这份珍贵的神赐之力便会自动转移到孟家其他男丁身上。躲在暗处的孟英彻底明白了族人的险恶用心，他们根本不会善待觉醒神赐的女子，只是将其当作孕育神赐的工具，一旦神赐稳固，便会毫不犹豫地抹杀工具，抢夺来之不易的天赋。他强忍悲愤，不敢出声暴露自己的踪迹。此时祠堂外传来一点动静，众人以为是外人窥探，结果只是一只路过的猫咪。众人随即放下戒备，继续静待孟妍自戕，神赐易主。趁着众人悉数聚集在祠堂，院内无人看守的空隙，孟英悄悄潜入院中。他猜测祠堂之内必定藏着不为人知的暗示，姐姐定然被囚禁在此处。果不其然，他很快找到了被困的孟妍。看着姐姐狼狈不堪、受尽折磨的模样，孟英心痛不已，连声质问族人为何如此狠心，为何要残忍抢夺姐姐的神赐之力。孟英当即想要带着姐姐逃离此地，可孟妍却绝望的不肯离开。孟英急忙告知姐姐真相，戳破了族人的阴谋，让她知晓族人是故意逼迫她自戕，只为夺取她身上的神赐。濒临绝望的孟妍自知无力反抗家族的桎梏，她强忍伤痛，郑重叮嘱妹妹孟英，若是未来有一天孟英也意外觉醒了神赐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发现，以此保全自身性命。话音落下，孟妍彻底绝望，最终走向了自戕的结局。孟妍离世后，祠堂内的族人立刻感知到神赐异动，
众人纷纷起身观望，发现原本属于孟岩的枯木逢春神刺，成功转移到了族中子弟孟玉身上。孟家众人瞬间欢呼雀跃，纷纷高声呼喊孟玉的名字，庆贺孟家再度迎来神刺继承者。整个家族沉浸在掠夺成功的狂喜之中，无人为逝去的孟岩心生半分怜悯。看着这群冷血无情、泯灭人性的族人，孟英将所有仇恨深埋心底，在心中暗暗立誓，必定会为惨死的姐姐报仇雪恨。狂喜过后，族人立刻让新晋获得神刺的孟玉当众展示能力。孟玉依照吩咐，让人取来柴火，当场施展枯木逢春的法术，让干枯的木柴重新焕发生机，彻底印证了神刺的转移。孟家长辈感慨万千，直言时隔10年，孟家终于再次迎来神刺。往后数年，孟家可凭借这份天赋安稳立足，长盛不衰。此时有晚辈小心翼翼询问孟岩的尸体该如何处置，长辈随即道出孟家隐藏300年的绝密规矩。自孟家第3代先祖孟觉从外族女子手中夺取神刺以来，300余年孟家屹立不倒，靠的就是这套残忍的规则。为了守住神刺可以转移的秘密，让所有族人绑定在一条船上，无人敢外泄秘辛。孟家定下残酷家法，凡是郁神刺、被迫自戕的女子，其尸身必须由全族男丁分食。如此一来，所有参与其中的族人都身负罪孽，彼此牵制，永远不会泄露孟家的阴私。长辈直言，唯有以秘密守护秘密，才能让孟家的神刺秘密永远尘封。一众孟家男丁在长辈的号令下，持剑围拢，严格遵照先祖遗训与宗族家法，处置了孟岩的遗体。过程之中，有年轻子弟心生怯懦，面露不忍，却被长辈厉声斥责，斥责其心性不足，难当孟家儿郎的身份，警告其日后必须沉稳持重，严守家族规矩。就在众人处置完毕，尘埃落定之时，下人匆匆来报，声称孟英已经逃出禁足的房间，此刻不知所踪。众人这才察觉疏漏，询问得知孟英已经逃离半个时辰。有长辈起初以为只是小事一桩，随口遮掩说是虚惊一场，只是猫咪作祟，心中却已然有了决断。他下令全员出动搜寻孟英，若是孟英知晓了宗祠的全部真相，归来之后便要再度执行家法，杜绝后患。搜寻孟英的间隙，孟家长辈缓缓道出孟家代代传承的黑暗秘辛，揭露了300年来所有的残酷真相。孟家祖训看似光明端正，要求家族女子读书习字，明晓事理，心向自由，看似是悉心教养，实则是为神赐觉醒埋下伏笔。族人会精心教养女子，待其长大成人，拥有独立思想与梦想后，便立刻禁锢其身，斩断其念想，毁掉其前路，刻意逼迫女子心生不甘与反抗。而孟家女子的神赐，唯有在极致的痛苦与绝望中才能彻底觉醒。族人便是靠着这套手段，一代代逼迫族中女子觉醒天赋，再将其逼死，夺取神赐转移到男丁血脉之中。不仅如此，神赐转移之后仅有3年有效期，族人必须在3年内极尽所能利用神赐牟利，绝不浪费分毫价值。过往数代皆是如此，第16代男丁孟清源、孟庆峰，第15代男丁孟之礼，皆是靠着掠夺同族女子的神赐获利。甚至有人为掩盖秘辛，巩固权势，不惜屠戮无辜村民。知晓全部真相的孟英彻底看透了孟家的本质，所谓的家族荣光、天选神赐，不过是一场代代相传、吃人的残酷骗局。孟家所谓的千挑万选，从来不是眷顾，而是专为女子打造的致命深坑。族人一代代精心布局，只为逼迫自家女子在痛苦中觉醒天赋，再无情掠夺，赶尽杀绝。孟英悲愤不已，怒斥天道不公，族人自私自利，妄图一手遮天。他在心中暗暗发誓，绝不会让姐姐白白惨死，定要颠覆孟家100年恶业，为所有受害的孟家女子讨回公道。就在孟英悲痛愤懑之时，搜寻他的下人发现了他的踪迹，将他带到长辈面前。父亲厉声质问他私自出逃、不听管束的过错。孟英迅速冷静下来，编造说辞，谎称自己听到姐姐的呼救声后心急出逃，途中不慎摔倒撞伤头部，醒来之后便记忆模糊，不清楚发生了何事，也不知姐姐去向。为了稳住家人，保全自身，孟英故作担忧，反复追问姐姐的下落。父亲见状，只得假意安抚，谎称府中闯入黑衣人，孟岩大概率被贼人掳走，府中正在全力搜捕，让他安心回房禁足，不要外出涉险。说罢便让人将孟英送回房间，继续派人四处搜寻。回到房间的孟英彻底清醒，她已然知晓自己觉醒的神赐是预知之梦，命中注定要由她来揭穿孟家阴谋，守护一众受害姐妹。她牢牢记住了姐姐临终的叮嘱，绝不暴露自己的天赋，心中坚定信念，定要清算孟家数百年的罪孽，让所有作恶之人付出代价。另一边，孟家长辈表面上为失踪的孟岩忧心忡忡，对外营造四处搜寻、痛心不已的模样，实则早已认定孟岩凶多吉少，
打算就此草草结案。族人各怀心思，互相推诿，不愿为一个已然失去价值的女子耗费精力。二弟执意想要继续搜寻女儿，却被众人以操劳过度，恐拖垮家族为由劝阻。就连年幼的孟玉也被族人刻意包装成受惊失语、心神不宁的模样，以此堵住众人之口，让母亲再也无法坚持寻找女儿。风波稍定后，族人再度商议要事。孟岩虽然失踪离世，但他与马太守的婚约并未作废。若是孟家无法交出出嫁之人，位高权重的马太守定然不会善罢甘休，会给孟家招来祸事。众人权衡利弊后，决定挑选家中适龄女子，顶替孟岩嫁给年迈的马太守。一番筛选下来，家中仅剩孟英一人符合出嫁条件。二嫂当即激烈反对，心疼女儿年纪尚小，不该嫁给年过半百的马太守，更是斥责丈夫当初承诺为女儿挑选良配，如今却要亲手将女儿推入火坑。父亲却假意辩解，声称不会伤害亲生女儿，不会逼迫孟英提嫁。为了平息事端，堵住马太守的口舌，家族大哥想出对策，让二弟去往远方亲戚家中挑选一位适龄女子，以丰厚嫁妆补贴对方，让陌生女子顶替孟岩出嫁，以此化解这场危机。众人纷纷认可这个方案，迅速敲定事宜，看似圆满解决了危机，实则只是暂时掩盖了矛盾。经历此事，孟英彻底看清了孟家的凉薄与虚伪，他心中十分清楚，留在孟家一日，便多一分危机。族人迟早会故技重施，逼迫自己觉醒神赐，再将自己残忍杀害，掠夺天赋。为了保全性命，积攒实力，日后营救其他姐妹，推翻孟家恶制，孟英下定决心，必须尽快逃离孟家。可出逃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，孟英逐一思索出逃方案，却发现处处皆是桎梏。孟家管控严苛，绝不允许女子私藏钱财，家中女子佩戴的首饰皆是赝品，根本无法变卖换取盘缠，从根源上杜绝了女子私自出逃的可能。他也曾想前往城中做工攒钱，可全城之人皆认识孟家小姐，一旦现身做工，必定会被家人察觉，招致祸端。他也曾想不顾一切逃出城外，可城门管控严格，无官方录影之人，轻则被遣返回乡，重则会被当作流民活活打死。孤身女子出逃，还极易遭遇恶人加害，根本没有生路。这一刻，孟英彻底看透了孟家300年的算计。族人刻意断绝女子所有出逃路径，逼得家族女子唯有嫁人一条出路，永远被困在家族的掌控之中，沦为任人宰割的工具。就在孟英一筹莫展之际，母亲主动找来，心疼女儿的遭遇，知晓孟家暗流汹涌，不愿女儿重蹈孟岩的覆辙。母亲私下为孟英挑选了几家风清正、子弟未曾婚配的人家，希望女儿可以早日嫁人，借着婚嫁彻底离开是非之地，安稳度日。孟英瞬间捕捉到出逃的生机，她心中清楚，家中近期粮产莫名翻倍，恰逢北方大旱，朝廷征集赈灾粮，这一切定然是孟玉继承姐姐神赐后所为。族人今日频繁议事，正是在盘算借着赈灾之机敛财谋利，博取朝廷器重。孟英心中有了决断，她不愿将出逃的希望寄托在陌生男子身上，但眼下危机四伏，婚嫁是她唯一名正言顺离开孟家的跳板。她暗自谋划，打算借助这场赈灾风波与婚嫁契机，顺势脱离孟家掌控，日后再慢慢积攒实力，清算家族罪孽。她表面顺从母亲，应允会仔细考量婚事，稳住家人。孟家朝堂之上，一众长辈各抒己见，争论不休，纠结借着北方旱灾赈灾的机会，是暗中敛财壮大家族，还是无偿放粮博取民心，换取朝廷器重。此时户部尚书谢清燕全权主理赈灾事宜，成为孟家攀附的关键对象。就在众人犹豫不决之际，外界突然传来消息，孟家主动向朝廷上书，声称愿无偿捐献粮食助力赈灾，不求任何赏赐与官职。此事迅速传开，各地官员乡绅纷纷登门祝贺，夸赞孟家深明大义。孟家一时间声名鹊起，风光无限。家中小妹满心欢喜，告知孟英这一喜讯，以为孟家即将扬名立万。唯有二叔满心愤怒，忧心忡忡，直言家中出了内鬼。众人这才知晓，那封主动请缨赈灾的书信，并非家主所写，是有人冒名投递。二叔恼怒不已，坦言若是无法查清内鬼身份，平息朝廷误会，孟家便会落下戏耍朝廷的罪名，招致灭顶之灾。即便危机暂时化解，也必须彻查内鬼，杜绝后患。所有人都不知晓，这场搅动孟家连通朝堂的风波，全然是孟英一手策划。他早已暗中布局，刻意选中看似纨绔，实则暗藏心思的户部尚书之子谢燕作为婚嫁目标。在孟英看来，看似纨绔的谢燕更容易拿捏，远比心思深沉的世家子弟更好掌控，是他借力出逃的最佳选择。孟英主动冒名上书，以孟家名义无偿赈灾，
同时在信中隐晦求赐婚，一步步推动局势发展。最终圣旨如期而至，皇帝感念孟家无常赈灾，为国分忧，龙心大悦，特赐孟家皇商身份，同时下旨将温婉贤淑的孟英赐婚给户部尚书之子谢晏，责令二人择吉日完婚。传旨公公当众宣读圣旨，隔日便会前来接孟英回京完婚。孟家众人欣喜若狂，唯有家主看穿其中蹊跷，私下质问孟英，直言书信中特意求赐婚的细节太过刻意，怀疑是孟英暗中冒名操作。孟英故作无辜，极力否认，声称自己绝无胆量干预朝堂之事，攀附权贵。大伯见状出言训斥，搬出孟家祖训，指责孟英好高骛远，妄图攀附尚书世家。孟家只是寻常商贾，高攀权贵只会惹人耻笑，日后定会让他在谢家抬不起头。孟英心中冷笑，彻底戳破孟家的虚伪。他清楚，所谓的不攀附权贵，不好高骛远，不过是族人的枷锁。他们只想逼迫家族女子落入他们掌控的普通婚事，在婚后受委屈，只能回归家族，永远无法挣脱桎梏，逃离算计。如今自己主动高价，跳出了族人的掌控范围，才会遭到众人反对。面对族人的假意规劝与道德绑架，孟英态度坚定，直言自己的决定自己承担，无需旁人费心。族人见他心意已决，无法操控，只得假意妥协，纷纷改口表示支持，任由他自行决断。母亲与小妹更是真心为他开心，真心祝福他能嫁入书香世家，安稳度日。一夜安稳过后，迎亲队伍即将抵达孟家。孟家上下一改往日凉薄姿态，全员对孟英百般殷勤，争相示好。孟英心中通透，众人之所以转变态度，无非是怕她嫁入高门后彻底脱离孟家掌控，日后吃亏受难也不会再回归家族，断了他们日后拿捏自己的可能。临行之前，堂哥特意赠予孟英银两，叮嘱她高价官家须有银两傍身，切勿委屈自己。小妹也真心不舍，孟英私下叮嘱小妹，让她收好钱财，若是半年内家中发生变故，务必及时给自己写信，互通消息，彼此照应。顺利嫁入谢家的孟英，新婚之夜便看透了谢家的处境。夫君谢晏刻意留宿宫外，彻夜不归，显然十分抗拒这桩奉旨成婚的婚事。孟英心中毫无波澜，反而暗自庆幸，她知晓公婆与谢晏皆不情愿这场联姻，只是碍于皇家颜面与清正家风，不得不妥协。谢晏不归家，自己恰好可以清静度日，专心筹谋后续之事。孟英心中早已规划好前路，她明白救出身处孟家的姐妹容易，让他们安稳立足，彻底远离苦难却难如登天。在彻底推翻孟家恶制之前，她必须为所有受害的孟家女子寻得安稳的安身之所。她手中有部分银两，足够盘下一间铺面做生意。可她身为深闺女子，不懂经营之道，也不便亲自出面打理，急需拜师学艺，寻找靠谱掌柜相助。身处封建世道，女子独立立足，举步维艰，事事接受桎梏，这也让孟英更加坚定了改变现状的决心。新婚第二日，谢晏便主动找上门，态度强硬，直言自己要纳妾，逼迫孟英顺从接纳，打算给她一个下马威，让她认清身份，日后乖乖听话，不敢恃宠而骄，更不敢凭借圣旨约束自己。出乎谢晏意料，孟英不仅毫无醋意，丝毫不恼，反而坦然应允，直言愿意让他多纳妻妾，只求对方日后不要打扰自己的生活。谢晏错愕之余，随即让2名侍妾上前，要求孟英以主母身份经纳妾查，完成纳妾礼数，确立规矩。待侍妾退下后，孟英一改温顺姿态，直言看穿了谢晏的心思。他坦言二人皆不喜欢这桩奉旨联姻，不必互相为难。随后孟英主动抛出筹码，声称自己可以为他保守一个隐秘秘密，只求他帮自己2个忙，替自己寻找师傅与掌柜，传授经商之道，打点铺面生意，同时掩护他私下习武的隐秘。孟英顺势道出底牌，他早已发现谢晏私下私藏大量兵器，身为书香世家的公子，弃文藏武乃是大忌，一旦被户部尚书知晓，定会引来大祸。以此为契机，二人达成合作协议，孟英为其保守习武秘密，助力他购置健体药材、精良兵器；谢晏助力他经商立业，让他拥有自力更生的能力，不必依附任何人生活。自此，二人达成互利共赢的约定，各自为心中所求携手合作。